Hello， 同学们，上次呢，我们只是拍摄了这台 Par10多的硬件。那经过几天时间呢，我们终于准备好了这个测试环境。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呢，我们准备了3台740XD的服务器来充当客户端。由于这次我们只做功能性的测试，所以呢，大家看到每块服务器上我们都只安装了1块硬盘，单纯的安装操作系统。那最上面呢，就是一台 Windows 的服务器。中间呢是一台 Linux 的服务器，最下面这台呢就是一台 VMware 的虚拟化服务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Par10多以及它的网络设备。上次大家看到这个 Par10多有一大堆大容量的固态硬盘插在上面，这次呢我们换成了6块 1.92T 入门级的配置。上面呢就是一台 FC 的光纤交换机，那这个交换机也算是我们的老演员了。这台呢就是一个万兆交换机，主要是用来跑万兆的 iSCSI 的网络。最上面这台傻瓜交换机就是用来做管理网络的。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 FC 的交换机还有这个以太网的交换机在这里呢，妥妥是有点多余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台 Par10多的接口呢是有4个，连接3个服务器，实际上是绰绰有余。为了丰富这个测试环境，所以呢额外加了2台网络交换机。实际上呢，存储网的拓扑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新型结构，就是当存储的 I/O 接口的数量已经可以足够覆盖服务器的数量的时候，直连存储就可以了。只有当这个 I/O 接口数量不够的时候，才需要增加这种交换机，然后通过交换机再来服务器。但是要记住一点，当服务器足够多的时候，存储网络尽量的用2层架构，别搞得太复杂就行了。那大家看到这个界面就知道我们的同事已经做过开局了。其实呢，这个 Par10的开局呢是非常容易，就是一顿下一步就可以了。那 Par10呢现在也没有什么额外 license 要购买，所以呢后期的扩容呢也非常的简单。如果你要购买这种中高端的存储，那大概率开局的工作呢还是由原厂的公司来做的。那时隔2年，我们为什么会再次开箱 Par10多呢？主要是因为它最近有一个新的系统更新。那这个系统更新呢是可以省钱的。如果你有老的 Par10多，记得好好的看这个视频了。就是它现在的系统升级到了 Par10多的4.0的系统。那这个系统最大的升级点呢，就是支持更高的压缩比。那在4.0之前呢，它的压缩比还是4:1，现在升级到4.0之后就变成了5:1，那就意味着你的可用容量可以原地上涨20%。当然了，这个前提还是仅仅支持可以被压缩的压缩文件。视频文件什么的那就不要想了。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台 Par10多想象成一个大的 zip 程序，那装进来的所有的文件都要被压一遍。所以呢，放不放压缩文件到这个 Par10多里面，效果都非常的接近。当然了，有一些文件的压缩比是高于5:1的，你还是最好是先压缩了再放到这个 Par10多里面来。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装的是6块 1.92T 的硬盘，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到系统里面的可用容量是多少？看到没有？可用容量只有 6.4T 了，这就意味着损失了2块盘的空间，用来做数据的校验和冗余。那这个可用容量呢，也算是戴尔最坚持的一个底线。那戴尔呢，把它叫做有效容量，而不是单单指这个硬盘的裸容量。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可用是 6.4T。但是要结合重删压缩技术之后的容量呢，肯定是能装下超过 6.4T 的数据的。但是如果再结合5:1的压缩比，理论上呢，这个存储是可以存储超过32T 的文件的。而且呢，戴尔还承诺，如果这个存储达不到承诺的压缩比，戴尔是会真金白银的赔钱的。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网络的连接情况。这3台服务器呢，每台服务器都分别接了10G 的万兆网卡以及1块16G 的 FC 的 HBA 卡。那万兆网卡呢，就连到这个华为的交换机上面，上面这3个端口就是连接万兆网卡的。那下面呢，这些端口呢，就是连接到我们的存储的以太网的 I/O 模块上面的。那16G FC 呢，就连接到上面这3个接口上面。那下面这2个端口呢，就是连接这个控制器的2个16G FC 的 I/O 模块上。当然，这个它的 FC 的接口是32G 的，所以呢，我们这次算是打了一个折，就只用了
它一半的速率，因为我们存储的 I/O 接口是25G 的以太网接口加32G 的 FC， 那现在只有10G 跟16G。大家看到啊，这个服务器都已经连接好了。我们先在系统里面看一下这个存储的接口状态是怎么样的。这里面就能看到这个10G 跟16G 的状态都已经是连接的状态，而且是2个控制器。大家看到这画勾在这儿，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配置这个存储的接口。这个就是用来配存储网络的，我们已经配好了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发现没有，在配置这个接口的时候，你需要至少配置2个 IP 地址。为什么呢？它是要同时配置2个控制器的 I/O 接口，就要同时生效。而且呢，大家看到没有，这里面有一个 NVMe TCP/IP， 这就是意味着这个 Power Store 是支持 NVMe over TCP/IP 的。那在这里配置好接口之后呢，这3台服务器就可以通过 iSCSI 连接到这个存储上面了。当然这还不够，还需要在存储里面画一些卷分配给这些服务器。但是在画卷的时候，大家要注意2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它会标明你对这个卷对性能有什么要求。第二个呢，它就是让你备注一下这个卷是用在做什么样用途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有看关系数据库、大数据，还有商业数据，还有虚拟化，还有其他。我们一般呢都会选其他测试啊。当然，我们去测试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尽量的跟实际业务相匹配一点就比较好。大家看到，这就是我们创建的几个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划分的这个卷在服务器里面呈现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啊？它们现在都已经挂载上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这台 VMware 虚拟化上面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200G 的 iSCSI 的卷已经添加上了，还有一个200G 的 FC 的卷，这个卷都已经添加完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 Linux 下的，这就是我们的在卷上画的500G 的卷也挂载上了。给大家看一下 Windows 的啊，画了一个500G 的卷也被挂载上了，现在只挂载了1块啊，是通过 iSCSI 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iSCSI， 大家看了，我们是通过这个 iSCSI 的发起程序连接到这个存储的。但是这个发起程序在我们的桌面操作系统 Win10、Win11上都是有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用桌面端直连存储的。如果小伙伴有这样的场景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需要用到我们的桌面操作系统去直连我们的存储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科普一下。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容量跟我们服务器上的容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卷呢跟主机呢并不是简单的1对1的关系，而是多对多的关系。也就是说，你的一台服务器可以同时连接多个卷，当然呢也可以多个主机同时连接1个卷。那我们呢这3种类型的服务器呢，我们都只有1台。如果呢再添加1台的话，就可以很轻松的组成一个双机热备的集群了，是不是很简单？有存储之后就是这么简单。那添加 iSCSI 呢，就是需要知道2端的这个 IP 值就可以了。但是添加 FC 的时候，它跟 iSCSI 有点不一样，就是你需要记住这个 HBA 卡的 WWN 号。这个呢，一般在 HBA 卡那个卡上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标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如果服务器通过 iSCSI 或者 FC 已经连接到这个存储上面的时候，大部分的场景呢，实际上到这里就已经完事儿了。不过呢，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喜欢搞一些骚操作，就是让这个虚拟机直连存储也是可以的，就是虚拟机通过 iSCSI 直接连到这个存储。当然，你需要 FC 直连的话，就需要直通 HBA 卡了。你也可以虚拟一些 HBA 卡的 WWN 号来直连这个 FC 的上存储。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服务器有3台，用的卷呢已经有5个。如果你的卷很多的话，实际上呢你是可以把多个逻辑卷分成1个组来进行管理的。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在这个卷管理上轻松的创建1个组，然后把现有的卷添加进去就可以了。那这台 Power Store 呢，作为戴尔的第5代存储，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快存储之外，它还支持文件存储，也就是它是可以直接把这个 Power Store 当做 NAS 来使用的。那相当于呢，这个存储里面虚拟的一个文件服务器。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它支持的协议呢有Samba跟NFS 2种。
我们都给它选上。看，它是支持单独注册到预控里面的。那我们一般呢都用单击的形式。看这里面是需要输入管理员的密码的。看，直接到最后就完成了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这样呢，你就可以轻松的创建一个文件服务器。那创建完 NAS 服务器呢，你实际上还需要创建一个文件系统。创建文件系统过程呢，你就可以理解成给这个 NAS 服务器添加硬盘的过程。这个就在这个文件系统这儿，我们创建一个。这里面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通用的，另外一种呢是 VMware， 是 VMware 的文件系统。我们选通用的。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NAS 服务器，我们选中。这是容量，我们设定一个500G。这个它是支持 NVFS 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用填了啊。这是它的共享的路径，这就完成了。现在你就有一个500G 的共享文件夹。当然了，如果你想 VMware 的文件通过 NFS 的方式连接到这个 Parse 存储里的话，就在刚才那个文件系统里面选 VFS 就可以了。前面大家看到了快存储，也看到了刚才的文件存储，实际上它还支持一种叫做存储容器。实际上呢，它的作用呢就是用来做 VMware 虚拟化的虚拟卷的，也就是 VVOL。它是需要跟 vCenter 进行通信的，就是说是弥补虚拟化连接快存储空间利用率不足的这么一个问题。那这个 VVOL 呢，实际上是能够根据虚拟机的实际的存储的需求，动态的分配和调整存储空间。那当虚拟机需要更多的空间的时候 ，VVOL 呢，它是可以自动的扩展；当虚拟机需要释放空间的时候呢 ，VVOL 又可以及时的回收这些浪费的空间，那避免了存储资源的浪费。那就好比呢，你存文件，那快存储呢，就直接给了你一个仓库，不管文件大小，都放在这个仓库里面。你需要提前呢判断这个仓库到底需要多大。那 VVOL 呢？它的方式呢，就是把所有的文件呢都放在一个专属的这个小格子里面，那也就是我们的虚拟卷里面。那文件放进去呢，拿出来就会很方便，而且呢，这个小格子呢能够根据这个文件大小自动的调整空间，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整体的调整这个大的区域，你只需要控制一下这个存储的这个上限。那在存储里面呢，就是有多少就可以用多少。那在 VMware 里面呢，添加呢也很容易，只需要 vCenter 呢跟这个 Parse 关联一下，然后呢添加存储的时候就选这个虚拟卷存储，然后创建存储容器，最后呢关联一下虚拟机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你们现有的存储里面看看了有没有支持这个虚拟卷的功能。那大家看到我们这3台服务器已经通过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种方式都已经连接到我们这台 Parse 了。那现在呢，就是没有数据，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准备给这些服务器里面写数据。我们就来看一下戴尔最在意的有效容量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刚才我的小伙伴已经在这个 Parse 500里面写入了一些文件。那 VMware 呢，我们创建了一个 V10的虚拟机，那单个虚拟机的大小呢，大约是在49G。我们把它克隆了10个虚拟机，克隆的速度呢是非常的丝滑啊。在 VMware 在存储里面显示的空间呢是532个 G，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呢，我们用了一个19G 的镜像文件，我们也拷贝了很多次，那显示的总的文件大小一共是113G， 那写入速度呢还是可以的。那在 Linux 系统下呢，我们就生成了一个100G 的全龄文件。那在 Linux 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实际上是占用了100G 的存储空间。那现在整个的数据量呢是在532个 G 加113个 G 加100G， 大约是有745G 的总容量。那大家现在可以猜一下，它在这个 Parse 500里面实际占用的存储容量是多少个呢？大胆想象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卷在重删之后的逻辑使用容量从745G 变成了这里面是468.9G， 但是在经过压缩之后节省了多少空间呢？是439.6G。那最后的物理使用空间是多少呢？29.3G。那在这个场景下，
745G 的文件就变成了一个29.3G， 它的压缩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多少？16:1。那理论上呢，700G 的文件应该占这个可用空间 6.4T 的10%以上，但是在这个场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占用是1%不到，只有0.7%。那是不是很神奇？你们就可以感受一下，它在文件存储还有这种 VDI 的场景下，它的空间利用率了。你学会了吗？上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创建了不少的文件。那毕竟呢，这种终端的全闪存储还承载了公司的核心的业务系统。那所以说呢，这个存储标称的高可用性是6个9。那在硬件上呢也做了冗余，但是6个9毕竟不是100%。那还会有人担心数据安全 all in bound 的问题，所以呢，那这台 ParseStore 的数据保护是什么样的呢？那答案呢就在这个 protection 这3个标签里面。那也就是说明，戴尔的 ParseStore 原生呢有3种方式来保护你的数据。那第一个呢就是本地的快照，它是可以通过创建本地的快照策略，创建特定时间点的卷的只读副本。那第二种呢，就是远端的。那 ParseStore 的远端的数据栽培呢，就有2种方式，也就是我们系统里面提到的这个 replication 复制。那第一种呢，就是利用 ParseStore 的 Metronode， 也就是存储的双活网关，是一个硬件。那服务器呢是需要通过这个双活网关连接到这个存储里面。那网关呢，通常呢会连接2个以上的存储。那数据写入进来的时候，可以实现镜像级的写入，那就相当于呢一份文件同时写入了2个存储里面。那第二种呢，就是文件级的复制，它是可以支持同步或者异步的方式来复制2套 ParseStore 的数据的。但是呢，同步的文件复制对延迟是有要求的，由于同步的文件复制需要确保跨站点的数据的完整性达到100%，实现0 RPO，那延迟的要求呢是低于5毫秒的。那我们呢这里呢只有一套 ParseStore， 那这次我们就演示不了了啊，那下次一定。那最后一种呢，其实就是数据备份。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戴尔的 DD 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啊，大家不要误会。DD 呢实际上叫做 Data Domain， 那全称呢叫做PowerProtect Data Domain 啊，有硬件呢，也有虚拟化的版本。那我们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就部署了一套 DD 的虚拟化版本 ，DDVE， 它是可以直接在里面添加 ParseStore 的。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这个 ParseStore 是怎么保护你的关键数据的。那第一个呢，就是 DD 加快照构成了本地的数据备份。那第二个呢，就是 Metronode 加远端的数据同步，就组成了异地栽培的方案。实际上呢，在这个上面呢，还有一套保护数据完整性和数据安全的方案，戴尔内部叫做数据避风港。那这套方案呢，我就需要再沉淀一下，下次给大家讲啊。好的，那本期 ParseStore 测试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